这个视频是在来总结《楞严经》卷4的部分的，我将会用到卷4中第6段视频到第11段视频里的内容。卷4的内容非常的重要，里面有非常多的重点，可以消除我们普通人对这个世界的各种疑问。之前我们知道了这个世间是由动念形成的，山河大地皆是如来藏性，我们用了如来藏性造了山河大地，再由如来藏性所形成的6根身躯来生出前后左右等等10个方位，并由意识生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想法而成30，而意识也是如来藏性，所以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我们用如来藏性接触如来藏性，再生出如来藏性，再用如来藏性去解释一切如来藏性所显现的境界。其实一切变化都在如来藏性的范围内，不增不减，就连染垢和清净的想法也只是一时的分别心，也是如来藏性，所以不垢不净。显现出来之后又不是多出了一个，这是不生；消失之后又不代表不能再现，这是不灭。所以一切现象不生不灭。不过现在的人看到不同的现象，就想要去理解它到底是怎么出来的，光是从哪里来的。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见的空华，我所见的并非你所见的，你所见的也并非我所见的。就好像我们看水中的太阳，然后我向左走，你向右走，这个水中的太阳就好像分成了2个，到底水中的太阳是1个还是2个？这样去分析根本就是妄想中的妄想。又或者我们做梦的时候也能看到白天，梦中的阳光究竟是从哪里出来的？去分析梦中的阳光，就好像分析现实世界中各种现象的变化一样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实际上我们所见的所有外境，或者有染污，或者有清净，这都是如来藏随缘显现，随着我们的念头这个缘而显现。我们的念若是清净，就会看见净土；我们的念若是有束缚，那么无论到何处都像是地狱。但正就是因为大众都不知道，这个本来清净的自性是不生不灭、不动不摇的，随着外境的境界去生各种知见，越生越迷。例如我们以为自己有一个人生，我们要为自己的人生附上意义，我们需要去经历不同的事情，我们要去成长增广见闻，我们要去赚大钱，要去娶妻生子，要传承等等诸如此类的念头，这都是已经粘着在尘劳上了，在一念不觉生3系。境界为圆常6粗里面第4粗是即名字相，第6粗就是业系苦相。如果没有各种名字相，没有种种文字令执着心加重，就不会业系苦相。而我们要去成长增广见闻，我们要去赚大钱，要去娶妻生子，要传承等等，这些念头全都是业系苦相的过程。大家一定会有疑问，在这个人世间怎么可能不去工作，不去娶妻生子呢？不工作不去研发，怎么会有这个电脑手机？没有电脑如何传播佛法呢？这是很正常的疑问。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大众不知道自己有如来藏性这个宝藏，不知道外境所显化的一切都是本来有，不知道自己迷在外境，就算悟了之后依旧可以上班赚钱娶妻生子，但是不同的是便是可以自如地运用自己这颗摩尼宝珠。摩尼宝珠也就是自性如来藏性的别称，可以生一切宝物。那么因为众生迷闷在外境，所以背着清净自性而粘着上了尘劳。佛陀就说了，我们这个妙觉明性是遍照法界的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照到，在如来藏性里边，一就是无量，就是一切，一切也就是一，可以在一根汗毛顶端现出一个国土。佛用现在这具身躯，又可以在最小的微尘里转大法轮，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。这种境界是没办法可以想象的出来的，妙不可言的。但是如果你能够把尘劳灭了，也就是不用攀缘心了，反闻闻自性，那就可以发出真如的这种妙觉明性。真如也就是我们这个真心，也就是如来藏性。要灭尘和觉发真如妙觉明性，那么就要知道这个如来藏，它不是实心，不是空，也不是地，也不是水、风、火，非眼、非耳、非鼻、非舌、非身、非意、非色、非声、非香、非味、非触、非法、非眼识界、非耳识界、非鼻识界、非舌识界、非身识界、
非一时界，在这个如来藏，并没有所谓的开悟，没有无明，甚至没有12因缘，没有苦集灭道，非智非德，非布施，非持戒，非忍辱，非精进，非禅定，非般若，非波罗蜜多，非菩萨道，非如来，非因供，非正遍知，非大涅槃，非常，非乐，非我，非净。这里已经把一切的法都空了，把整个如来藏都空了，因为如来藏本来就是空的，没有世间法，也没有佛法，这是空如来藏。但是佛为了度化一切众生，就入一切世间法，也生出一切出世间法，但依旧时刻空一切法，这就是真空不爱妙有，妙有不爱真空，既是空一切法，又生一切法，所以也就有实心，有空、地、火、风、水，有眼根，有耳根，有鼻根，有舌根，有身根，有意根，有色，有声，有香，有味，有触，有法，还有眼识界、耳识界、鼻识界、舌识界、身识界、意识界，有一真起妄的无明，也有破除无明的觉悟，也有12因缘的过程，有苦集灭道，有智慧，也有正德的果位，有6度波罗蜜、菩萨道、如来、因供、正遍知、大涅槃，有常乐我净，这是不空如来藏。但是同时间，如来藏妙明心缘又能离这一切空，和离这一切有，但是又不离开这一切空和一切有，但又不是空和有，这是空不空如来藏。空如来藏和不空如来藏，以及空不空如来藏，都是我们的自性里的境界，但是3种却是截然不同的境界。空如来藏是阿罗汉的境界，不空如来藏是菩萨的境界，空不空如来藏就是佛的境界。这种境界并不是用语言文字所能描述的境界，虽然每个人都有自性，自性里有无数宝藏，就好像钢琴，可以弹出妙音，但是如果没有钢琴家的妙指，是没办法弹奏出动人的音乐的。以上所有的内容都是佛陀回答给富罗那尊者的，但是富罗那尊者依旧有疑问，他不知道一切众生为什么突然间会有妄想出现。佛陀用了一个比喻，说是有一个人早上起来用镜子照自己的头，自己非常喜欢镜子中的自己，但是突然之间他就说看不到自己的头了，于是开始惊慌失措，无缘无故到处乱跑，疯狂找自己的头。我可以用一个大家都经历过的一个例子来做比喻，我们都很喜欢手机，机不离手，突然有一天我们紧抓着手机的时候，突然感觉手机不见了，我们四处乱找，四处乱跑，惊慌失措，也就是这种感觉，但其实手机一直在手里，没有失去。佛陀的比喻，那个人明明看着自己的头，却以为自己的头不见了，四处乱跑。我们的妄心也就是这样，四处乱跑，明明一切都是自性，从来都没有丢失过，但是却以为丢失了，然后惊慌了起来，四处乱找，在外境中去找，殊不知这外境也是真心之物。佛陀问富罗那，这个人为什么会无缘无故跑来跑去？这个人看着自己的头，却以为头不见了。富罗那就说是这个人心里不明白，发起狂来，没有其他原因。佛陀就继续回答，既然是妄心，是虚妄不实的，又怎么会还有一个来处呢？所以妄心没有来处，没有一个根，站不住脚，只是我们普罗大众以为这个妄心是真的，这个妄心也就是动念。例如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，我们对女孩子动念了，这个动念其实是虚妄不实的。女孩子外貌是色尘，只要心不随色尘所转，见而不生分别，就不会被色尘所转。但是我们生了分别心，动念了，但是由于这个念稍纵即逝，那我们会怎么做？当然就是生更多后念去延续，在这个念的背后会有各种妄想，例如女孩真美，非常可爱，性格很好，看上去很容易相处，这些种种的妄想都是为了延续最初的动念。这样妄念虽然本来没有根，但是经过你无量劫的叠加，这个业果累积了很久，也很深，就算佛陀给你指示了这妄想无根，但是你也难以在短时间之内明白，你在不同的场所就会有不同的妄想现前，都是因为累世积累的缘故。但是只要修楞严大定，就能将无量劫累积的妄念尽数除尽。因为妄念的背后并没有一个依靠，你只要发现了它，它就无法再起作用。虽然佛陀比喻的这个人以为头失去了，但是如果他这个颠倒的心停止了，他的头也不是从外面得来的，就算他依旧很颠倒，
向外去寻找他的头，但是他的头也依旧没有遗失过。这是来比喻我们的自信也是这样的，我们以为自己清净的自信失去了，想要去寻找，殊不知这是妄想。妄想停止过后，自信也不是从外面得来的，是本自具足的。但就算我们的妄想没有停止，这个自信也从来都没有失去过。佛陀就跟富罗那说了，想要得回自信，就是不随着这个妄想的分别跑，断掉杀盗淫三业就可以了。例如我们想要去杀生吃肉，贪重生味，想要去想方设法令别人财物散尽偷回来，或者想要去邪淫，这些想法有千万种变化，只要能够不随这个妄想跑，歇掉这个狂性，那就是菩提心了，菩提心就会现前。那么到时候你才会知道殊胜无比清净无染的自信原来是这样的，并不需要去求人，不需要求佛，不需要求菩萨，其他人无法给你这颗能够生出无量宝藏的神珠，不是从外面得到的。现在各位看到这里，得到了这颗无价宝珠，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，就算将地球上所有的物质都变成黄金，也完全不能比得上这颗无价宝珠的价值。我们时常会有一个念头，就是突然想做一些事，或者突然感觉自己很无聊，或者突然想吃点东西，这都属于妄想。这个妄想中的狂性没有根，不随它跑就是了。它既不是因缘生出来，也不是自然生出来。如果有人说这种妄想是由因缘生出来，或者自然而然就有了，这都是戏论。必须要远离因缘和自然，才不是戏论说。因为楞严经的内容是佛的智慧，在妙法莲华经中，佛陀说声闻缘觉以及菩萨都是方便法，声闻缘觉主要讲因缘法，那都是为了摄受根器比较低下的人来到楞严经，就是开佛的智慧，并且能够衔接成佛之经妙法莲华经。今天的内容差不多了，明天就会再把卷1到卷4都总结一遍，我们明天见。